看到奶爸翻山越岭找到野外引种失联的乔乔，才明白熊猫和饲养员的双向奔赴有多让人感动。终于找到你了，乖乖，找到你的心上人了，心上妹儿。只见乔乔害怕地蜷缩在树上，奶爸担心万分，赶紧安慰受惊吓的孩子。树枝上不要怕啊，找到你就对了。要怕跑得这么远来了啊！乔乔听到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原本还警惕的他发出开心的咩咩叫，而奶爸看到宝贝并无大碍，严肃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。要知道，乔乔是在13年被救助回来的熊猫，它天生有野外生存优势，性格更是温顺亲人，从不攻击两脚兽。因此，乔乔长大后就被安排去野外引种。或许是野外生存的这段经历，只要乔乔一遇到危险，就会躲到树上，即便是最亲密的奶爸呼喊也不敢下来。宝贝抱着树干才能露出一丝笑容。奶爸担心闺女饿肚子，便用树枝串上胡萝卜递给对方。可正处于发情期的乔乔没有任何胃口，还一个劲捂着脸拒绝投喂。奶爸看着乔乔满怀心事的样子，便猜测宝贝闺女遇到自己的心上熊了。而乔乔也在奶爸的一再劝说下，终于肯吃下投喂的胡萝卜，还满脸深情望向许久未见的饲养员。正是因为一人一熊遥遥对望的这一眼，让乔乔克制不住心中的思念，直接下树飞奔向自己的奶爸。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安慰宝贝。奶爸更换乔乔脖子上的录音笔的同时，还要拿着小苹果哄着对方。本以为此时的乔乔彻底消除恐惧，可宝贝还是随着不远处传来的一声鸟叫，吓得一溜烟爬上树。对于他来说，树上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奶爸看到闺女有自救能力后，便默默离开，不打扰乔乔在丛林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。然而就在饲养员们离开没多久，有2位公熊猫在附近扭打，看起来都想争夺乔乔这位美熊的芳心。在几番激烈的争斗下，其中一只滚滚因体力不支灰溜溜的走开，留下来的那位公熊刚好被乔乔看上，成功收获爱情的乔乔没多久就在野外诞下乔包包和乔兜兜2位双胞胎。只可惜熊猫妈妈无法照顾2只幼崽，奶爸便亲自将大崽接走人工照顾，直到寒风刺骨的冬天，基地担心母子俩的安全，才让奶爸去接。工作人员8抬大轿抬着乔乔，小宝还被饲养员抱在怀里，这场面竟然比熹贵妃回宫还要气派。乔乔为熊猫繁育做出突出贡献，这样的英雄国宝理应得到所有人的善待。看到小奇迹和奶爸满脸幸福的互动，才发现父子俩的感情有多好。只见王奶爸忙着给崽崽准备惊喜，看向好大儿时满眼的爱意简直要溢出屏幕。同时小奇迹炫美食时也要盯着奶爸看，看到对方拿着手机给自己拍照后，身为小吃货的他放下小苹果也要奔向奶爸。谁能不被这双向奔赴父子情感动？当王奶爸在院子内干活时，一向热心肠的小奇迹想要上前帮忙，宝贝还扒拉着栏杆试图越狱。奶爸看到好大儿孤单的样子后，只好不干活陪着对方玩，还第一时间带来小奇迹最喜欢的小零食。对于王奶爸来说，小奇迹就像是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，所以他听到游客抹黑宝贝时，一向温柔的他会毫不犹豫的反击。我现在有点低沉，谁呀？小奇迹有一点点。你不要这么解读他。每当奶爸听到游客夸小奇迹的时候，原本严肃的脸上都笑开了花。王奶爸，你的宝贝太厉害了！不懂就问，这是身为老父亲般的骄傲吗？他夸起来自家孩子更是一点也不谦虚。这小孩从小就聪明。王奶爸怕不是忘记小奇迹连夜拆家了，真不知道这小子给对方下了什么迷魂汤，难怪都说崽崽把饲养员拿捏得死死的。不过一向粘人的小奇迹又何尝不是呢？还在外场认真干饭的崽崽，只是因为听到奶爸的声音，不顾宠粉也要打包竹子去内舍找对方玩。可懂事的他看到王奶爸忙碌的背影后，反而在一旁静静注视着对方。宝贝虽然嘴上没停下来，可这小子的一颗心早就飞到奶爸的身上。还记得王奶爸前段时间休假，许久没看到对方的小奇迹开始焦虑，宝贝生怕奶爸再次离开，于是整天守着小窗口，每吃一口竹子都要回头查看一下情况。当奶爸在外场帮宝贝打扫卫生时，小奇迹也会立马冲上前，总感觉这小子有专门寻找奶爸的雷达。每当在外场遛弯巡场的小奇迹看到奶爸在不远处时，总是会特意绕到对方身边，宝贝还要停留一会打个招呼才肯离开。久而久之，小奇迹居然进化成小醋精。当奶爸喊其他熊猫时，恰巧听到的崽崽一脸严肃，连竹子也不吃了，也要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此时笑得正开心的王奶爸绝对想不到好大儿掉进醋坛子了，只能说王奶爸对孩子的好有目共睹。毕竟小奇迹下意识的反应骗不了人，看到天生残疾的福婉能够自己做起来，才明白爱真的会治愈一切。眼前这只靠在墙边满脸笑意啃着竹子的小熊就是福婉。小家伙虽然生下来就有身体缺陷，不能像其他小熊那般直立行走，可福婉的性格却十分阳光开朗，面对这个世界永远都怀揣着善意。一向坚强的他最喜欢在阳光下奔跑，虽然只能拖着双腿行走，可福婉的速度比小伙伴们跑起来都要快。很多小熊都快成年都学不会爬树，可励志的福婉却在一遍遍尝试。即便一开始经常会重重摔下，但宝贝却一次又一次的挑战自我。即便是爬到高处没有力气，要强的福婉也不会撒手，而是拼尽全力。不同于其他小熊能打滚整活，
宝贝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摆弄小树枝，奶妈拿来一株草都能让她开心好久。本以为懂事乖巧的折翼小天使会被所有人温柔以待，可某些不良游客还是会对福碗下手。当他们看到小福碗蜷缩在小角落后，竟然趁机将水倒在对方身上。小家伙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被人讨厌，只能委屈巴巴地将头埋起来。还好发姑奶爸发现后第一时间赶来，将福碗紧紧搂在怀里。即便是亲昵的饲养员温柔安抚，一下子受刺激的小家伙还是不敢抬头。基地为保护福碗的安全和心理健康，从此之后暂停小家伙展出，粉丝只能通过基地偶尔发出的视频了解宝贝。如今的福碗看起来心情很好，待在内舍的这段时间，福碗也从未放弃过挑战爬树，经常来到木架上锻炼自己的前肢力量。身为妈宝女的她还喜欢和妈妈扶路贴贴，虽然姨姨们不能时时刻刻看到宝贝，但相信福碗在妈妈陪伴下一定能快乐长大。而天生不幸运的福碗之所以会这么乐观，还是因为她从小到大都被宠爱着。要知道熊猫妈妈生下双胞胎后，通常会舍掉不健康的孩子，可福禄从不会因为闺女残疾放弃抚养。他明白宝贝不能出外场玩耍，便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陪福碗玩耍。难怪小家伙憋在内舍，也没出现任何的刻板抑郁行为。就连福碗的哥哥交易也对妹妹极其偏爱。以前福碗爬树枝的时候，这小子就乖乖守护在一旁，还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对方的情况。等到妹妹体力不支的时候，交易立马送上后背让福碗踩自己下来，简直就是妥妥的护腕小天使。如今基地已经开始研究为福碗治疗，真希望看到宝贝恢复后和哥哥一起爬树在外场肆意奔跑的样子。直到看见奶爸含泪叮嘱即将去野外引种的草草，才明白饲养员与熊猫间的感情有多真挚。你的娃都出去了，你应该没问题吧？你都是野外的，你遇到问题你也没办法告诉我，遇到问题还是躲避着好啊，不要硬上。这是草草要去野外引种的前一天，不放心的奶爸一遍遍叮嘱他要注意安全。草草吃着笋笋似懂非懂，听着对方的话。原来比试基地正在开展野外引种项目，再加上草草又是从野外救助的熊猫，因此他成为了该项目的首选。即便草草完全具备野外生存的条件，但深知野外残酷的谢奶爸还是不放心。当他听到草草要去野外后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不可置信的反复询问这是不是真的。但是草草，确定是草草？对，确定是草草。虽心中有万般不舍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得知草草即将去野外，万分焦急的谢奶爸赶忙换好熊猫服，用最快的速度奔向熊猫内舍。此时的他只想和草草见最后一面，并且奶爸还抱来大捆的竹子，希望草草能在离开前美餐一顿。可谁料来到内舍后，却发现空无一熊。失落的谢奶爸来回踱步，连连叹气。还想给你托付几句。奶爸透过窗户不停地呼唤草草，草草听到熟悉的声音后立马赶来，叮咚，还不停发声咩咩叫回应对方。紧接着草草立马来到奶爸身边，谢奶爸拿出准备已久的竹子投喂他，草草则安安静静地享受竹子的美味。可此时奶爸却是心忧无比，尽管他明白草草具备野外生存能力，未来的生活定然不会被欺负，但身为老父亲的他却还是放心不下，不停地叨叨着嘱咐对方，遇到问题还是躲避着好啊，不要硬上。有些东西打不过的，没办法就爬树。草草或许是明白自己即将与奶爸分离，竹子来不及吃也要安静地盯着对方。隔天就到了草草野外引种的时候，谢奶爸看到此情此景后思绪万千，一个大男人却怎么也克制不住眼眶的泪水。随后草草在印下自己的掌印后，被武警们八抬大轿送向野外。看到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躲向山林，而奶爸却一直紧紧盯着草草。就算草草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山林，他的目光还是停留在原地。对于自己照顾多年的熊猫，他又怎么舍得离开？原来真挚的感情从来都不分物种，真希望每个大熊猫都能被好好对待。大熊猫二顺居然生了个自己，于爱和妈妈相亲相爱的画面，谁看了不得说一句天下第一好。都知道二顺是虫洞著名的美女熊，而赢在起跑线上的于爱可谓是继承了老妈的顶级美貌，母女俩都有着同款嘴筒，Q 弹的小耳朵也是一模一样，甚至连表情都是神同步，还有着那颗在 DNA 里的霸气。这闸接出场有点史铁兽那味儿，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乱入了黑帮电影。于爱作为虫洞的拽姐一枚，她软萌可爱外表下却藏着一颗大反派的心，自制钥匙开锁徒手翻小卖部，还曾凭借一己之力翻开井盖，和咕咕鸟更是有着说不清的爱恨情仇。如今年仅1岁的她手上就已经有7条鸟命，平时无论爱姐走到哪里，嘴里都得叼着一颗小树枝，像极了黑帮大佬嘴里叼的烟，想到人的气质根本藏不住。而这点也继承了老妈二顺，这位辣妈骨子里就带着那份霸气，毕竟小时候她可是被基地当成男熊培养。虽然二顺在外人面前压迫感十足，但她面对宝贝女儿就是好妈妈一枚。前几天调皮又探索新事物的爱姐
一不小心被玩具卡雷逼得发出狗叫声，不明所以的二顺还以为娃受到伤害，赶紧出来巡场看看是谁欺负闺女，那犀利的眼神简直要刀人，还用鼻子和耳朵感受着场内的异常。不仅如此，身为秀娃狂魔的他，曾在于爱70天的时候背着饲养员，偷偷把小家伙带出来晒太阳，还把小爱温柔地搂在自己怀里，让两脚兽们多多欣赏自己的可爱女，并且二顺对宝贝闺女怎么看都不够，就连小爱吃竹子也要趴脸上盯着看，满满的爱意根本藏不住。对于二顺来说，于爱就是自己的充电器，只要抱着闺女一顿狂吸，都会立马恢复好心情，只是嚣张的虫洞拽姐可消化不了老妈这份爱意，甚至逆子上线的她还要欺负二顺。只见她大老坐姿压在妈妈身上，还使劲用脚丫按住对方的大脑袋。不过就算废头子闺女经常挑衅自己，二顺最多也就是咬皮大衣吓唬于爱，从来没对宝贝闺女下过狠手。而于爱又何尝不爱妈妈？一次二顺在走独木桥时不幸滑倒，本来还在打滚自娱自乐的小爱看到后，立马起身飞奔过去扶住老妈。于爱虽不像哥哥那般妈宝，不过每从远处看到妈妈过来后，都会满脸幸福的直跺脚，然后抱着对方的大头一顿狂亲。只能说母女俩的感情真的是天下第一好。直到了解爱宝和乐宝的爱情故事，才明白竹马终究比不过天降。要知道，在爱女士嫁给打工仔乐宝前，她可是有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华阳。华妮和华阳两小无猜一起长大，形影不离的他们干什么都要贴贴，不管吃竹子还是喝盆盆奶都要黏在一起，并且两小只还完美全是打是亲骂是爱。有着小辣椒之称的华妮公主，动不动就和华阳弟弟干仗。虽然每次看起来都是华妮略占上风，但其实绅士的华阳都在让着她，毕竟这位可是正儿八经的野二代，还被称为熊猫圈的4大贵公子之一，可见华阳的熊生起点非常之高。一次次的打闹中，两熊早已互生情愫，再加上华妮和华阳还是青梅竹马，拥有如此上天注定的缘分。华阳本以为自己即将抱得美人归，可没料到熊猫圈也有竹马抵不过天降的定律。拥有野二代优良基因的他，竟然被半路杀出的打工仔乐宝横刀夺爱。当华阳和华妮还在幼儿园形影不离、甜甜蜜蜜的时候，魅力男熊乐宝就早已背井离乡，为了生计靠接客来换取损损，有时甚至还要坐着敞篷皮卡去各地打工。虽然每天被迫游走于各种客人之间，不过乐宝似乎找到熊生乐趣，每次和美女拍照时都是喜笑颜开，被对方所吻也不拒绝，甚至还直接动手摸了人家的大腿。若是华阳知道自己的青梅竟然嫁给了如此不守难得的小熊，估计半夜他得买机票飞韩国。不过这也恰恰证明了野二代为何比不过那个花心熊，毕竟男人不坏女人不爱，这句话放在熊猫身上也同样适用。华阳输就输在不会讨女熊欢心上，反观乐宝那一身的撩妹本事，可把在韩国的爱宝给迷得神魂颠倒。回想当初俩熊初见之时，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乐宝毫不怕生，看到树上的小美熊后立马站起来招呼，还频频向对方整活示好，甚至经常爬到树上隔空对望。经过这波操作后，没多久就拿下爱宝的芳心。将爷爷读懂乐宝的小心思后，趁着天时地利熊和立马安排他们合拢，一次就有了爱情的结晶福宝。如今更是又多了一对双胞胎女儿，爱宝和乐宝也因此成了令熊艳羡的小夫妻。财阀家的便宜女婿自此走上了熊生巅峰，而那个对爱宝念念不忘的华阳，却在这方面一直都不是很行，直到今年才和星星有了个1儿半女。他们仨之间的爱情经历，足足印证这句竹马终究是比不过天降。